来吧，新玩具 Europark 出品，官方授权的便漆大黄蜂简易拼装玩具。虽然说是不能变形啊，但是毕竟现在这个东西做出来是非常还原电影的。首先，盒子的外包装并不大，和一般的拼装玩具的包装是差不多的尺寸。外边的峰会画的也非常漂亮，只是这个盒子的质量嘛，软趴趴的啊，很薄。纸品方面，只是一张单页的说明书，正反面即可完成组装，步骤很少。内容物就是这么多了，一层吸塑全部放了出来，其实就是简单的拼装一下即可了。这个东西主打的就是一个便宜，性价比很好啊，100多块钱。其实怎么来说，虽然没有合金吧，但是在这些预涂装的漆面上，我看着还行。好的，全部的组装完就是这样的效果了。哇，给我的感觉竟然还不错，哎。除了身上因为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塑料色啊，因为本身来说嘛，它就是一个廉价的玩具。对于一个官方授权的产品来说，虽然说不可变形，100来块钱这个东西的性价比绝对是可以的，但目测的话，就是塑料色太过严重。如果有手艺的朋友们自己做一些金属漆的涂装处理，或者扫一些做旧的划痕什么的，应该效果会很棒吧。其实玩具整体完成度非常的高啊，和电影里边的 CG 效果可以说基本上做的细节都非常的不错了，并且这一款并不像一些拼装的玩具拿起来轻飘飘的手感，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款身上很多的装甲布甲其实并不会很危险，它的材质是偏韧的那种，就是有一种像是摸着尼龙料子的感觉。说明书啊，指示里边会漏一块，后边这一块小装甲并没有指示说明怎么去扣上，反正照着图片扣吧，毕竟组装的步骤只有那么多啊。头雕部分做的很不错啊，细节处理了，包括一些层次的预涂装质感做的都可以。头上的这2个小风须子是有一定活动范围的，并且脖子是2段关节，活动范围非常的大。包括上边的一些板件纹路的刻画都不错啊，这些地方也不用担心，因为料子的韧性特别的好。包括翅膀的根部，而且给胶给的还是挺多的。玻璃这块很可惜，它这上边只是一个蓝色的金属漆涂装，并没有做透明零件，这个也是注塑出来的，然后喷的漆。如果再分件分色的话，可能成本会增加吧。轮子是可以滚动的，后边这些翅膀都有转轴，可以调整角度。肩膀的位置，根部这里有一个活动的范围，外边的肩膀平举，可以实现2段，也是很大的。而且肩胛这里也有双段关节，可以炸开进行一个调整。小臂可以360度旋转，二头肌这里其实也可以旋转。胳膊肘双段关节屈臂的幅度还是很大的，手腕球形关节活动范围也尚可。同时全部组装完成，有2对替换手型。胸口的上半身这个地方有活动的范围，同时腰部这里左右也旋转，没有问题。弯腰的话可以实现一点点啊，背后这里的脊椎纹理刻画也很棒。其实在胯的根部这里也是一个大的球碗，所以这里也可以辅助进行弯腰。裙甲这里可以撩开，前踢、后踢、侧踢，范围都挺广的，而且即使盖上裙甲也完全不影响。大腿根部左右这里也是有旋转的，而且并没有使用球形关节啊，这里是个轴，阻尼感还不错，撑的力度也行。膝盖这里就很棒了，这里做了直接联动出来，联动的膝盖装甲，我觉得这个是成品的这些不可变形可动玩具应该有的标准素质啊，这个实现出来也不错。脚踝这里左右接地范围也很广，前边的这块装甲片可以抬起来，侧面的轮子这里也有轴，可以进行一些调整。脚尖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所以可以说这个 Europark 的产品素质可动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款大黄蜂100来块钱有什么自行车啊？可以了。造型和可动的素质都非常优秀，随随便便摆个 pose 往这里一站就很帅气了。而且这个东西尺寸来说其实并不算小吧。
到头顶的高度在16.5公分左右。所以，一套简易拼装的大黄蜂可动玩具，各个方面的素质来说，我觉得都对得起它100多块钱的售价。漂亮的造型，超高的可动范围，并不复杂的组装过程以及预涂装，这些做的都是非常有诚意的。对于一款官方正版授权的产品来说，能卖到这个价位，做到这个素质，我觉得可以用良心2个字来形容了。我对这款产品第一印象，把玩的手感会特别的好。虽然说我并不太喜欢大黄蜂这个角色，因为确实变形金刚的电影系列把这个角色塑造的真的有一点点让人现在有点腻歪了，但不得不说产品的素质说得过去，真说得过去。不是说它这个东西有多牛逼，虽然满身的塑料感很廉价，但确实它卖就卖那个价格。真的，如果说再加上合金的骨架啦，再加上身上的一些涂装的处理，还有金属的这种感觉啦，透明的零件，那这样自然而然成本也会相应的增加。可能如果做成那个样子，就是30DL 了，而不是 Europack 的简易拼装了。所以总的来说啊，目前看起来，单就从性价比方面，这款玩具做的真的非常可以。很棒很棒，我对这款的印象特别的好。那么这款大黄蜂我们先玩到这里，稍后我们看其他的2款。